那么今天呢，咱们是画一张这个还是田世光先生的这个白鹭啊，一张这个叫秋塘白鹭啊，秋塘白鹭。那么这张作品呢，尺幅并不是太大，看到没有，并不是太大啊。那么以这个白鹭为主，是一张呢这种比较工细的，类似于生宣呐、生宣工笔的这种感觉了，对吧？所以呢，一开始啊，我是想，本来我最早呢是想把这幅作品呢当做一张这个墨骨作品来给大家展示，但是画墨骨呢，感觉这个其实背景有些简单，对吧？内容有些少。那么今天我们先用写意的方式啊给它画出来啊。如果以后啊喜欢这只鹿啊，以后呢老师再给它配一个背景，我们再来个这种半临半创的这种感觉啊，再画一张。先带大家画一下这个鹿啊，但是这只鹿这个鹿丝呢是画的特别漂亮的，对吧？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之前学过的有一节课，有没有同学记得啦？我们学过的那个画白色老鹰的那个方法，是不是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其实是一个道理。这是生宣画的，不是蜀宣。这个你看背景就能看出来是生宣是蜀宣啊，这是生宣画的。然后画的那个白色的这个老鹰啊，记不记得了？是不是白纸上画白色的东西必须得采用这种反衬的方法了？所以我们开始可以采用这种反衬的方式啊，反衬的方式。但是啊，因为这个画的比较细致啊，它画的特别的细，所以呢，我们这个在用底色的时候，颜色一定不要太重啊。刚才有同学说它是仿古纸啊，仿古纸的话，那么可以不需要啊采用反衬法，因为它已经有底色了，对不对？哎，所以不需要采用反衬法。那么首先我们同样啊要找好这个白鹭的一个位置啊，找好它的一个位置。那么按照这个9宫格的这个图，我们看一看白鹭的位置啊，基本上是在纸的1/3还往上一些啊，头部对不对？哎，脖子正好是卡在1/3的地方，所以你大致要把握好这个位置。把握好之后啊，才能开始画。那么在这个生宣上啊，想要画的比较的工整的话啊，水分一定要控制好，毛笔的水分，对吧？哎，要干一些，甚至可以怎么样？老师经常说啊，加一点点颜料进去，比如加点赭石色啊，加点赭石色这样的颜色进去，那么它和这个墨色啊调和在一块儿，那么它的就不会特别的阴了啊。来，我们加一点赭石色啊，试一试，好吧？那么这都是一些小技巧啊，大家以后可以常用啊。在画生宣，比如画一些比较工细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啊，可以加一点。因为我这个生宣卡纸啊比较阴啊，还比较的吸水，比较深啊，所以加一点。我们画它的嘴巴、眼睛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它阴了，这些地方不能让它阴啊，阴了之后呢就很难看。大概找好位置了没有？我大致呢就在这一块啊，大致在这一块。因为纸也不大，你看看就这么大啊，大致呢，哎，在这儿对吧？嘴巴这个好像在偏中间一些的地方啊，偏中间一些的地方，从嘴巴的中线开始，可以大概画一下啊，大概画一下，看一看它的一个位置是这么倾斜的，是吧？拿不准也可以稍微起一下形也可以啊。你看这样就比较干，看到没有？它就不会特别的阴。像这样的方式啊，它就比较干。但是我们行笔的时候要稍稍慢一些啊，要稍稍慢一些，不然的话画不出来了，对不对？那么像这样的复笔的话呢，就比较，同学不知道如果复笔的话啊，不知道能不能画得齐，对不对？能不能完全踩在底下这个印子上面？所以你最好是一遍能够给它画出来。
微微有一些倾斜啊，嘴巴呀微微有一点倾斜啊，我这好像倾斜的角度好像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也无所谓啊。上面宽一点啊，下面呢窄一点啊，上宽下窄，上宽下窄。来放大一下啊，你看看，那么这个线条的质量看到没有？我们主要是看这个线条质量啊，不要太阴了啊。有同学呢画出来很阴，太湿不行，稍稍干一些啊，稍稍干一些，所以里边加了一点点赭石色。好啦，那再来画眼睛啊，眼睛基本上啊，在它的这个嘴巴中线后方啊，对吧？在后方比较圆啊，比较圆一些啊。哎，比较圆啊，要圆一点。眼角的地方实一些啊，它其实有2圈，其实有2圈呢。你也可以再往外画一圈也行啊，或者往里，如果你画大了，你就往里画一圈；画小了，你就往外画一圈，都可以。我感觉啊，我看看是不是得往里画一圈啊，往里边画一圈。嘴巴可以画长一点啊，嘴巴可以画长一点。这种水情啊，你看看，直接用墨的话就比较阴，看到没有？这直接刚才蘸了一点墨，这阴的很大，所以得注意啊，非常的注意。有的就是不能直接用墨啊，不能直接用墨。虽然这个墨色你可能感觉很浓，对吧？但是它在这个生宣纸上啊，还是比较阴的比较厉害。鼻孔的一个位置，到了后面啊，到这些地方啊，可以稍微虚线一些啊，虚线一些，因为它接什么？接白色的这个，接白色的它的这个毛发，对吧？这个注意啊。我确定我无法确定，只能是看着舒服就行啊。它基本上嘴的长度与脑袋的这个后方啊这一块比起来是一个1:1的感觉啊。我这个画的稍微有点倾斜了，大家画的时候平一点，稍微应该这样平一点就好一些啊。我这个画的好像有点斜了，没看准。好了，那么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比较重要的一步了。第一步的这个勾线的部分，对吧？勾线的部分，这一步完成之后，我们就用这种写意的方式啊，我嘴里含了一个那个什么，含了一块这个喉片啊，嗓子最近有点不舒服啊，今天说话老破音，声音老劈叉。来，我们再把眼睛旁边的啊小笔触啊，看到没有？颜色淡一些，斜向啊，斜上，毛笔劈开一点点啊，斜方向的。斜向啊，斜向。
把这个点出来，那么这个头呢，我稍微给它稍微得改动一下啊，因为我画的有点低头了，其实就得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好，再来一支毛笔啊，再换一支毛笔，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样啊？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老鹰的画法啊。那么调一个什么颜色啊？那么这个原画呢，我猜测的它是怎么回事？它一开始呢，先把这个下面的水啊刷一刷，对吧？然后上面这都是背景，都是那个绿色的，看到没有？绿色的随便点一点，点完之后正好再来画这个白鹭，也有可能啊，有可能是那样。那么那样画，你得首先都得构思好，在脑子里边有一个清晰的构思才行啊。那么我们啊，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老师教过大家的这个方法来。那么我首先调一个赭石色啊，赭石加一点三绿的这么一个颜色啊，颜色要调淡一些，如果太重了，白色盖不住，来调赭石，淡一点的颜色啊，我缩小一点画面，调赭石加三绿，灰一点的颜色，明白吧？赭石呢，单纯的赭石又太红，单纯的三绿又太绿，我们调出一个灰一点的颜色。那么白色到时候覆盖它的时候好覆盖一些，因为三绿它会有一些粉气的感觉，白色它也粉气，对不对？三绿也粉气，那正好。哎，还是调出这么一个感觉啊，是不是？身体部分呢，可以稍微偏三绿一些啊。到了下边这个尾巴部分啊，要偏黄一点。为什么？因为水它是一个三绿色啊，所以要稍微偏黄一点，和这个水的颜色有一些区分。来，好，调好，毛笔干一些啊。调出这个颜色之后，毛笔要干一点。你拿一个废纸吸水啊，吸水。那么颜色也不用太重啊，太重了呢，以免盖不住，对吧？所以不需要太重啊，因为我们是白色的，最终是一个白色的，干一点。好，从头部开始啊，刚才说了它的宽度基本上啊，从这儿到这儿是一个1:1的一个宽度，差不多啊，1:1的宽度。那么头部上方这一笔，基本上就是一笔形成啊，一笔形成，就像我们画写意一样啊。看，毛笔中锋，哎，卧倒就可以了啊。你看一看它阴不阴，对吧？如果比较阴，比较湿，那么还得继续，再把毛笔呢水分给它控一控啊，再控一控，干一点，再给它干一点啊，控一控水。好。哎，一笔啊，斜向上，那么是它脑袋这一块，是吧？底下又是这样一个倾斜的角度啊，倾斜的角度，把脑袋围起来啊，大概就是这样，脑袋围起来。我脑袋稍微往上提一提啊，稍微往上提一提，因为我这个嘴巴，你看看，目前嘴巴和这个脑袋成一条直线了啊，我稍微给它提高一点，然后把这个呢，头上呢，它这个冠也给它稍稍改动一下啊，给它让它起来一点，不要耷拉的太厉害啊，耷拉太厉害了，
稍微做一点改动啊。如果大家画的比较准的话，就没有必要动它。好，那么其他部分啊，你就采用这种小小的笔触啊，点嘟的方式啊，给它点出来就可以了，给它点出来。几乎不需要啊，太注意什么丝毛啊这些啊，不需要啊，目前不需要。那个只是说白色的部分啊，白色的部分。那么白鹭的脖子特别长，对吧？白鹭的脖子特别长啊，它有的都在里边，都缩到它的这个身体里边啊，好几圈。看，那么缩一块啊，这个脖子这块是怎么一个感觉呢？它是这样，对吧？它缩起来的呀。哎，缩起来的，看到没有？整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缩起来的，对吧？看，所以白鹭啊，通常它是一种驼背的状态啊，一种驼背的状态，不需要啊用深色的仿古，你直接用白色画就行了。那就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用这个颜色啊，弄来弄去的，那不闹着玩吗？对不对？你可以先用一张纸，先跟着一起啊，像这样练习一下也可以啊。好了，哎，那么这一块头脖子这块基本上就画完了啊，它是这么缩着过来的啊，跟那个鹤一样啊，就像那个水管一样啊，像你家里边那个水池底下的那个 U 型管是吧？拐个弯儿这样啊，它是就这样拐起来啊，下来要拐上去，要到背部这样的啊，这么一种感觉。好，然后看一下这个背部整个的身体部分，看看它形成一个什么形状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椭圆形，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什么暖心，啊，一个三角形都可以。那么我用这种几何形，我来再教大家怎么讲啊鸟的结构，好吧？那么你看看啊，你先可以把它整体看成一个像穿着一个风衣的感觉，对吧？像不像穿着一个风衣长袍啊？整个的身体呢，它其实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不看它的尾巴，好吧？你不要看它的这个尾部的这些羽毛啊，比较唬人，看着很华丽，对不对？很华丽。那么它其实整个的身体是这样的啊，是不是？整个的身体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一个椭圆了吗？对吧？这是个椭圆。那么背部，你看看，背部和腹部一分为二啊，一分为二。那么这一块是背部的羽毛啊，背部的羽毛，对吧？背部的腹羽，它其实和其他的小鸟都一样啊，都一样。然后这块开始呢，就是它的什么？它藏在里边的啊，哎，大腹羽，对吧？然后底下呢，飞羽，一层一层的啊，飞羽。一层一层的飞羽，看到没有？这边呢，它其实也藏着了啊，都藏着了，只是说这边白色的这个长长的这个羽毛给它遮挡住了啊。但是我们心里得有数啊，得有点数，明白这个意思哈？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不能画重了，哎呦，一画重你讲的太仔细了，你画太重啊，能影响画面效果，明白这个意思吧？整个这块是它的脖子啊，然后到这儿呢是它的一个肚子、腹部部分啊，腹部部分，然后其他都是像孔雀的尾巴一样啊，就很长很长很长啊。先不画了啊，我们好了解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们就好办了，对吧？只要了解了这个结构就好办了。那么我们颜色也不要
一开始一上来也不要太重啊，不用太重。你可以这样横向的点，也可以竖着点，都可以啊，都可以。比如说横向的点也行，哎，点出它的这种略微，反正其实就是为了有一个底色，对不对？然后呢，区分一下啊，区分一下它的身体各部分的结构，这是目的，对吧？不要太重啊，千万别太重了，太重了回头盖不住，盖不住。然后呢，翅膀一层一层的啊，看到没有？哎，一层一层的，一片一片，还是个鸟嘛，万变不离其宗啊。虽然穿的很华丽，但是本质还是一样的。这边也是啊，那么到这个侧面它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啊。然后呢，长尾巴，对吧？长尾巴。因为底下它其实到了水面啊，有水面的颜色在衬托它，对不对？哎，有水面的颜色在衬托，所以这一块画尾巴的时候，你不要画的太长啊。它原本比如说这么长啊，这么到这儿，你只需要画到这儿啊，后面用白色，对吧？用白色来接一下。那么这样啊，整个的这个白鹭呢，我们就很快的啊，让它有了一个底色，有了一个底色。这块其实是一个腿部的腹羽啊，比较长啊，对吧？比较长。然后两个腿啊长在这个中间啊，这边一个，然后这边一个，从这儿后面来一个，哎就好了啊，就好了，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如此简单呐，不难吧？头上一般呢就是两根比较长的这个冠，像冠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就是两根啊。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啊，我把这个吹干一下啊，吹干一下。所以刚才有同学说用那个特别大的纸，没有必要用特别大的纸啊。其实这个已经很大了，你看这已经很大了。那么这个40乘以50的都足够了啊，感觉都略大了一些。那我拿吹风机给它吹一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白色了啊，或者可以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呢，先把这个背景这些都画出来之后，最后再用白色也行。因为一会儿我们直接用白色的话又看不见了啊，白色的和白纸，对不对？又看不见了啊。我们也可以选择稍稍等一等啊，我们直接干脆啊把这些背景啊都给它画出来。
画出来，先把背景给它都画出来啊。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染这个白色会比较好一些。来，那我们可以底下呢是一个偏蓝一点的啊，上面呢它偏绿一点啊，底下是偏蓝一点的。刷子还有吧？是不是还有刷子？来，又得用到我们刷子了啊，但是不需要加胶啊，不需要加胶。可以用仿古纸啊，可以的，可以用啊，什么纸都可以用啊。这个纸它只要是生宣，这个没什么强制性的要求啊。来，我们来刷子伺候，回来啦，离得还挺近，是不是？那么我挤了一点，刚才挤了一点这个三青啊，三青里边呢，我再加一点三绿，三青啊和三绿调一块，看看是个什么颜色。三青这个颜色太蓝啊，太蓝，所以呢，再加一点三绿进去，加一点三绿进去。好，来刷底色啊。那么下面呢要蓝一些，对不对？下面要蓝一些，颜色呢可以稍微重一些。来旁边可以稍微覆盖着一点啊，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得用白色，对吧？所以大胆的画啊，大胆的往这个白鹭身上往上画也可以，然后稍微留一些这种白色的区域啊，白色的这种像水纹一样的感觉，对吧？啊，留一点点，有点这个意思。然后底下呢，有些地方可以稍微加重一点，那我加重一点。然后这一侧因为有水草啊芦苇，所以底下呢也可以稍微加重一点。那么它整个的是这种 S 型这么过来啊。如果是画那个很多的水的这种作品的时候，你尽量的啊把这种水纹的深浅啊就当成这种 S 型来处理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怎么还有墨呢？弄脏了啊。往上去了就是什么三绿多一些啊，三绿多一点了。那么这个三绿啊，它是一种类似于背景式的啊，这么去烘托它，就不用这个了啊，换一个，不用这个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啊，用这个三绿。刚才三绿调的赭石啊，还可以三绿调赭石，只不过三绿多一点，三绿多一点。把这些都画上啊，一会儿呢直接拿水啊，那么拿吹风机一会儿一次给它吹干啊，一次吹干，省得来来回回了，是吧？好，那这些地方你看看，它其实啊都是衬托了一下啊，都有这个衬托。有些呢可以画完之后啊，感觉不够，再单独再来衬托它也可以啊。故意要留出一点这种
写意的这种笔痕，看到没有？是吧？该散锋的时候啊，该揉搓点，不要怕碰到它了啊！你不碰到它，它这个白色还出不来啊，所以不要害怕。然后说害怕碰瓷儿的，对不对？不敢碰，没事啊。咱们白鹿不讹人。哎，因为一会儿还有这个赭石色的芦苇，对吧？所以有些地方啊还得空一点啊，留出再画一遍的余地啊，别一次画的特别充分，画的特别深啊，没必要啊，没必要。比如说这后边这一块啊，那这个后边都是这种芦苇叶啊，芦苇叶也是三绿色的，所以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用这个三绿色把这一块铺一铺。感觉像蜀旋，你的感觉不准啊。这很纯正的生宣纸啊，生宣卡纸。怎么能感觉像蜀宣呢？你看看，怎么感觉的？这是，生宣啊，这个泡沫都印成啥样了？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老师一会儿呢给它吹干，吹一吹。那么我把声音关一下啊，我关一下声音。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点点关注，给老师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击老师的头像加一个关注，进入到粉丝群里边，好不好？怎么确定啊？只能是凭感觉啊，凭感觉嘛。那不然怎么确定？你说怎么确定？我不能拿个尺子量啊。就是拿了一张纸，你按照这个纸的一个大小，对吧？根据纸的大小，然后根据这个白鹿在纸里边的一个比例位置，你自己估摸着估算一下，它大概得画多长合适，然后整个身体如果这么长画下来，整个身体到哪儿，小不小，大不大？如果画这么长，这么画下来，这个纸不够了，那就太大了，是不是？那还能怎么给你确定？说说，没有办法，这个东西真没有办法。你比如拿个颜料管量啊，每次啊，一定要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感觉，自己要学会去判断呐，自己要去判断，就是大致一看嘛，对不对？就像你买一件衣服，你去商场挑衣服的时候，你看到一件衣服，你就感觉就大概自己能知道这个衣服你穿了穿不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好不好？我先把声音关一下啊。
呀，画保守了啊，这个颜色浅了，一吹干之后啊，拿个钢扁尺，晚上好水晶百合，画保守了，应该再重一点，类似于这样的啊，整体这样的一个颜色就感觉会好一些啊。这个尾巴都浅了，回头再修整它啊。那么我们先呢把嘴巴给它染上颜色，好不好？把嘴巴呢我们先给它染上颜色，藤黄，来点藤黄。大家一定要学着自己去判断啊，凭着自己的感觉啊，自己用眼睛去丈量，不要依赖任何的东西啊，不要依赖什么颜料管，依赖这个什么啊，你大致你可以用一用，但是你千万不要形成这种依赖了，好吧？眼睛，你自己的感觉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人呢，他这个眼睛，然后一个经验，对吧？都会很准，都比较准的啊！你千万要相信自己，好吧？你去买东西，买一个什么型号，对吧？大的、小的呀，你基本上你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不是都能判断出来？为什么画画你就判断不出来呢？也能判断出来啊，只是你不敢去判断它，就形成依赖，形成的太厉害了啊！所以那会儿上课那个什么技法课的时候啊，一开始我都懵了啊！一上课一开始画，都让我拿个颜料放旁边，颜料管放旁边，我都懵了。我说这是什么个套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才知道，大家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物，对吧？那真是没必要嘛，对不对？有的同学纸张尺寸都跟我们不一样，跟老师的不一样，你说你拿这个参考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这没有任何意义啊！一上来就给我整懵了，就画这么多年画还没有，头一回听说啊，要用颜料管比着的。所以这个很不好，那无论你是否是初学啊，都不要这样，越初学越不能这样了。大了就大了，小了就小了嘛，无所谓嘛。这个东西有什么大一点大1厘米小1厘米有区别吗？是不是？你说我这画的能跟它原图一样吗？也不一样，对不对？你只要是画面和谐，位置安排和谐，大小舒适啊，构图完整，这幅画就是一张这个比较成功的作品，对吧？它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技法方面的啊，它不存在什么构图的问题，对不对？只要它和谐就完事儿了。所以，要相信自己啊，用自己的这个去判断啊，去判断。我们都活了这么多年了，生活当中，你买东西、买衣服、买生活用品，这些尺寸不都拿捏的正好吗？对不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啊，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财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啊。好，挤上白色啊。对呀，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心去丈量这些啊，是比尺子来的更准。有的虽然说用尺子量出来可能是1:1，但是你画出来不一定和谐。用眼睛看到的有可能不是1:1的一个比例啊，但是它画出来它是一个和谐的，明白吧？视觉的这种和谐啊，心理的一种和谐，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挑白色厚一些。手机看课肯定是有点小，所以不大好判断。但是我们手里有原画呀，我图不都发给大家了吗？对不对啊？你照着那个图不就能看了吗？
你看白色的覆盖能力啊是比较弱的，也不宜太重，对吧？那么怎么办？厚一点啊，厚一点，不要害怕，允许你厚一点啊，这个时候允许你厚一点。前面啊厚一点，不需要撕毛，不需要干什么，什么也不用干啊，直接一笔给它糊上。一笔糊不住，再多画2笔啊，反复来2下。那么我是把它抬起来了一点，对吧？把它抬起来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头画的低，所以它后脑勺就得抬起来。如果头高，哎，那它们就是下去，明白这道理哈？所以没关系。好，那么这一块啊，咱们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啊，2笔就给它画出来了，对吧？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别慌。后面有同学撕毛撕上瘾啊，不撕都难受，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呀？啊，现在跟着老师画这个，今天课上不撕毛，感觉这节课都没有画，白学了，这2.5块白交了，是不是？来啊，撕毛啊，从底下的时候开始撕，撕的时候注意啊，注意以哪为中心？以这一块为中心，三角形的一个放射状啊，就像一个光源一样啊，从这打了一个手电筒，光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白色多浓稠，你看看问的这些问题都是老师无法解答的问题。我白色一点水没加啊，一点水没加，你说多浓稠，自己感觉好吧？所以大家问问题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啊，问的我无法回答的问题都是。好，来，哎，继续。那么从这儿开始可以撕毛了，放大啊，放大，你看到没有？放大了，够不够清晰？够清晰吗？往前去一点，可以往前去一点。你看，一根一根的啊，哎，一根一根的。因为这个呀，它是很不好覆盖啊，真的是比较难覆盖。颜色浅了吧，白色看不出来啊；颜色深了吧，白色还看不出来。所以你知道我为啥犹豫是说是用这个画墨骨呢，还是画写意呢？它原画呢，绝对是一张生宣纸画的啊，因为这个其实田世光他很多画看起来像是工笔画，它其实都是生宣完成的。但是有一些也是蜀宣，有一些是蜀宣，哎，那其实丝毛哪里最重要啊？边缘的地方最清晰，对吧？最重要。那么中间部分呢，可以大笔触的糊2笔啊，糊2笔没事，偷工减个料，对吧？你要全部撕下来也可以啊，你想全部采用这种丝毛的方式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好，到边缘了啊，边缘了。领导检查工作，表面工作得做好，起码卫生得打扫干净，对吧？看看，
长一点，到边上长一点啊。要是什么颜色打底啊？点击咱们的小黄车1号链接，咱们的课程回放里边啊，明天早上打开电脑，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是不是？我的课程回放啊，链接就在小黄车里边啊。你看或不看，你点或不点，它都静静的躺在小黄车里等着大家，不离不弃。无论你什么时候点，我们都属于你，对吧？都很欢迎。好，在边上的时候，你看看它上面这个冠啊，轻轻的撕一撕，说明什么？说明底下的颜色还是不够什么？不够充分啊！看到没有？是不是啊？不够充分啊，所以呢，白色感觉不是特别的显眼啊。那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修补啊。只有周围的这些颜色啊，全部有了颜色之后，白色它才有颜色。周围的颜色没有颜色，白色它就没有颜色。好，按照这个啊，按照这个继续啊，继续往下撕毛。那么这个脖子它缩起来的啊，它像一个 U 型管一样，先下去再上来，然后到后背，对吧？然后就接着后背了，是不是？所以这块的这个用笔倾斜角度它是这样的了啊，它倾斜到这边来了。我早点在这讲啊，早点大家也不认识我呀。现在也不迟啊。中间部分啊，还是稍微的用笔粗一点啊，要粗一点。为什么？它是有骨头的嘛，对吧？它脖子也是有骨头的啊，所以骨头的地方啊，我们粗一点、密一点、实一点。边缘呢虚一些啊，边缘虚一点，对吧？边缘为什么虚一点？边缘是这种毛发比较长的这种毛发它是会蓬松、会散开，所以呢边缘虚一些。好，那么发挥自己的单笔撕毛的能力，单笔撕，不要屁笔撕，因为什么？因为白色比较厚，撕不动，根本就撕不动。对吧？这很干很干呐。也还有一个方式啊，先把这个白色先给它画上去啊，画上去之后到了边缘啊，我用这个绿色来撕，那也可以，对不对？绿色呢与这个
外面的这个颜色啊，背景色给它融到一起去，这不也可以吗？所以啊，方式不止一种啊，并非就一种，大家就大胆的画，大胆的画。不要太饱满呢。第一遍呢，先不要撕的太饱满，颜色不要覆盖的太全面啊。你看我画的比较松，对吧？头与脖子之间的距离我没有完全给它画死，对吧？我是留出了这些空间啊，比如说中间留有这个空间啊，这块留有空间，拿来后期调整啊，后期背景都跟上之后，我们再来调整。这个画画一定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大家有时候画画因为是跟画，对不对？跟着老师画，所以自己动脑筋的时候比较少，对吧？容易老师画的怎么样，我今天我跟上就完事了，对不对？脑子里也没动脑筋想，只想着跟上，对不对？老师画完我画完啊，主要在想这个问题，那么就很容易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啊？造成画的多，容易画的满。但是我们要少画啊，目前我们要少画一些，不要画太多。好，到了底下，来到这儿啊，背部了啊，到背部了，可以采用这种披笔的方式啊，披笔丝毛的方式，先覆盖一层啊，先覆盖一层，不需要太厚，先来一层啊，先来一层，因为它这个白色是一遍呢是形成不了啊这种感觉的，它干了之后还得再来啊，还得再来。层与层之间还得留一点什么？留点间隙啊，留点间隙。为什么呢？不然的话，一会儿丝毛啊，我们看不到底下。我们要让它能透过来啊，这是比较难的。你看颜色还是浅了，底下的这个打底的颜色还是浅了，对吧？稍微再重点就好了。特别是到了这边啊，太浅了。来，继续啊，继续覆盖。第一遍不需要特别的重啊，不需要撕的特别好。回头差不多了，我们再撕它。翅膀的地方，还是根据这个刚才第一遍画的这个地方啊，根据这个结构，对吧？重的地方稍微重一点啊。那么颜色浅的地方，我们一会儿再用这个底色啊，再来加一遍啊，用底色再来一遍。所以刚才有同学来晚的同学啊。来晚的同学一会儿看看啊，看看老师在用那个颜色，再调那个颜色来覆盖它，好吧？我现在来调整一下啊，现在调整一下，这个白色不太显了。我们用这个3绿和赭石的这个点啊，找出来。刚才其实就是这两个颜色啊。你看离远了看啊，离远了看还能看出来一点，对吧？只是说现在还有点秃毛的感觉，需要再丰富一层。这个和那个白老鹰还不一样，对吧？白色老鹰啊，那个好画一点，简单粗暴一些。这个不是那么的好画啊。好，调出一个3绿和赭石的一个颜色啊，调出一种灰灰的颜色，灰一点。
哎，再加一点点淡墨啊，有些地方我得把它让凸显一点啊，得抠它一下。你比如说这两个关节的这两个身体的部分，你可以用这个颜色啊，单笔啊披笔丝毛也可以。不光是用白色丝啊，用其他的颜色丝，那么效果更显而易见。然后用白色再来覆盖它，是吧？这块啊，好。然后翅膀的部分，你看到没有？翅膀部分，你从刚才画的白色的缝隙里边，这样画两笔啊，画两笔，对不对？好了，那么底下这些地方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用这支有颜色的笔啊，先勾一勾。肚子这边这样朝这边啊，朝这边，你看，不要一根从头到尾画那么长啊，不要一根从头到尾画太长，明白吧？那么边缘了，你就可以散锋，披笔，这边也散锋披笔，来一下。不要太重啊，不要太重了。好了，那么这些地方都有了，对不对？那么身体部分呢，也可以稍微披笔撕一撕啊。那么尾巴的这些颜色都太浅了，我们给它加重一点啊，给它加重一点。尾巴的颜色太浅了，你看看这个太淡了啊，画保守了，画保守了。虽然白色很难覆盖它，但是我们不得不用这个颜色啊，重一点的颜色，因为白色必须需要其他的颜色衬托之下，它才能够显现出它的颜色，对不对？否则没有对比啊，它就没有颜色。那只能大胆的去画啊。你比如说它这个可以像画那个，之前教大家画孔雀，记不记得了啊？你先可以斜向啊，整体斜向的啊，像老师这样的披笔、散锋披笔，撕一撕，哎，大胆一点啊，不要害怕。画画就是这样啊，有时候呢，不按套路出牌，对吧？不按常理来。那么我扫完之后，你看看，哎，扫完之后，再淡一点的颜色。稍微勾一勾啊。稍微勾一下啊，勾一下。上方这块空白的地方，颜色补一补。好了，把这些都补完之后啊，那白色放心大胆的往上画啊。
白色呢，我们可以稍微放心大胆的加了啊，我一会儿吹风机再吹它一下。吹风机吹一下啊！我趁着这个赭石呢，我先把这块嘴巴这块给它丰富一下啊。这块旁边看它有一点赭石色，对吧？加了一点赭石色呀，干一点啊。那么它的这个体积感更强一些啊。嘴巴前面再加淡墨啊，淡墨或者是淡墨加一点三绿，或者是加一点淡墨加一点这个蓝色三青的这个颜色都可以。来一点干一些，这个一定要干，别把嘴巴好起泡了啊！干一点，扫一下，扫一扫，鼻孔这一块啊，扫一扫。好，那么拿吹风机啊，把身体部分吹干，吹干我继续用白色啊，吹干之后继续用白色啊。好，这个时间啊，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击老师的头像，加个关注，点点赞，好吧？好，我们继续啊，继续。老师的画法是田世光的画法吗？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田世光这个画他咋画的，对不对？无法跟他求证啊。但应该是啊，凭我的这个绘画经验啊，应该就是这么画，应该错不了。好，我们继续用这个白色啊，继续用白色，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毛笔吧。你看这个白色，它也是需要层层的叠加啊，它才能够看着舒服一些啊，才能看着舒服一些。胸前这一块要重一点，对吧？要重一点。
那么尾部的这些啊，长长的这个腹羽啊，哎，颜色要厚啊，颜色要厚，再来加白，又是一张比较废白的颜色啊，废白的作品。像这样的，这白色的东西它不好画，比如白孔雀啊，白鹭啊，尤其是它画的这么工细的这种程度啊，在生宣上画这么工细的这种感觉更难画，因为白色它覆盖能力太差了。所以有时候确实是画不出来啊。来，我们再来把刚才的这个三绿色啊，我们刚才不是画了一个背景吗？用的这个三绿，对不对？哎，你可以把这个三绿呢稍微再加重一点，把背景再加一加，背景再加一下，比如它两个中间的这个缝隙的地方啊，再加一下，旁边的地方一定得衬好了啊，旁边的地方不衬好呢，它是出不来，对不对？所以旁边的地方啊，你看看，采用这种丝毛的方式啊，也不要沿着贴着这个边贴的太紧，太这个死板，对不对？往旁边过渡一下，对吧？那颜色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因为到了池塘底下，特别它腿部这一块颜色是比较重的了，颜色比较重。那么这一块可以用这个颜色啊，轻轻的、淡淡的撕一撕，往上扫一扫，慢慢的衬托之下，你看看这个白鹭是不是这种体积感啊越来越强了，对吧？哎，体积感越来越强。像这样的地方就大胆的画就是了啊，回头再把芦苇一补，对吧？所以你就大胆画就完事啊，不要害怕，把这个氛围先给它烘托出来啊，不然这个白鹭很难显现出来。好，这边加完之后，再加那边啊，头部上面这些都可以再加一加，比如头上这一块，对吧？往远处逐渐的虚一些啊，虚一点。
逐渐虚一些啊，再蓄点水，就不用蘸色啊，蓄一点水在笔里边，给它润一下就可以了。像这样的后面这些地方啊，把它稍微润一润，回头白色呢往外面再拉长一点，是吧？所以这张画它的一个收拾环节非常重要啊，非常的反复，不然这个出不来，这个白鹭很难出来啊。好了，现在这种你看看现在这个一衬托之后，这个白鹭就有体积感了，对不对？它就有了体积感了啊。我们继续可以继续画它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从身体部分开始仔仔细细的画了。尾巴呢，我稍微等它干一些啊，等它干一干。或者尾巴，你想，尾巴可以等它干一干再画啊。等它干一干吧。我们从这个部分啊，从这些部分开始仔细的撕毛啊，仔细的撕一撕。这些空里边啊，之前流出来这些缝隙里边，你可以把这个颜色淡淡的这个赭石啊，有一点三绿这个颜色往里边填补一下，一会儿白色再来覆盖它啊。好，我们用白色再来撕毛。撕完之后还可以用这个赭石色淡淡的撕一下。看，淡淡的撕啊。尤其到了边缘啊，要重一点，要重一点。你选择这个小狼毫啊，类似于小红毛这样的毛笔也可以。应该就比较清晰了啊，这会儿呢就比较清晰。厚实一点啊，每一笔都很厚实。到边缘清晰一点啊，边缘清晰一点。中间比较厚实，你看中间可以稍微重一点啊，一笔带过。到了边缘啊，往外拓展一点啊，一定往外拓展一点，那么它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个白色要厚，要够厚，够浓。中间干了之后，也是用很厚的白色再来撕一撕。那么边缘现在是能出来的，对吧？好了，到这边边缘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有颜色，对不对？那么有颜色的地方我才能够凸显这个白色，那么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啊。所以这块一定要给它表现到位，看到没有？表现到位。好了，到这之后它就特别长的这种，来几根啊，特别长的这种毛发，这个长毛。
先画出来，如果不明显，用颜色用赭石色来衬它，明白吧？就白色时时刻刻，它干了之后，它可能就没有颜色了。那么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借助其他的颜色稍微来衬托它一下，它才能出来。边缘的地方，看因为颜色比较多，那么撕的好撕一些。你可以从底下往上撕，也可以从上面往底下撕都可以。看吧，这样撕出来就有这种层次感了。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好处理的地方，明白吧？因为它与这个水面呢相接，水面有颜色不好处理的地方是哪儿呢？身上的地方它四周都是白色，你没有办法衬托它就比较难处理。反而边缘的地方只需要稍稍一加都能出来最后效果。甚至有的都不需要特别浓的白色。白色在镜头底下是费了劲了，大家能看到吗？能看清吗？对，铬粉也可以用你可以用铬粉。最后铬粉一般用在哪儿呢？最后可以用在这些比较粗的这种宇轴。来云老师是全网最不会卖货的老师这么差劲吗？我感觉我最近进步了不少呢。好像韩林老师比我还差呢。对吧？韩林老师是不是比我还差？我应该不是垫底的你们别告诉他你看看这一块已经效果很好了那么这一块效果还不错了上面干了，可以中间部分可以很厚的再撕一下。你看，这段掐掉，不能留下证据。边缘让它清楚一点，那边缘呢清楚一点文强老师最不会卖课呀，文强老师还不会卖课呀。好，那么背部根据这个结构头上这一块可以不用太撕的太复杂把这个留出来留出来一点点这个肩膀的感觉，对吧？到了底下了之后开始撕了尤其是到边上了之后往外冲出去冲出去。
往水里边去一点。先把外面处理一下啊，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些，你看看，稍微一处理啊，它就有效果了。这个都是很好办的啊，最难办的就是中间这一块了，这比较难办。那么我们只能实打实的，一笔一笔的啊，稍微可以注意点分层次，分层的时候可以做点文章，你看。是吧？分层的时候啊，那么到底下，你看这一段不又有一点颜色的地方了吗？哎，又可以做一点文章，对吧？散开啊，一定是散开的这种状态，放射状啊，一定是放射状。老是卖烧鸡、卖煎饼啊。哎呦，有位同学化成一锅粥，一锅白米粥吗？应该不会啊，这个化成一锅粥也没事啊，等着老师一会儿回头最后阶段给你们全掰扯过来啊，信不信？最后阶段有一锅粥的同学，你不要害怕。最后咱们全给它调整过来。好，这个尾部的这个长长的这个腹羽，它长哪儿啊？就长在它这个背部这一块，你知道吧？特别长，特别长。要覆盖住它的一个飞羽，看到没有？要覆盖住啊，方向尽量保持平行一些，尽量平行一点。啊，尽量平行一点。好，老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还是不明显，怎么办呢？再换一支毛笔啊，换一支毛笔。换一支毛笔，哎，换一支还是小号的这种毛笔啊。我们蘸一点刚才的这个什么赭石调三绿的这个颜色啊，或者直接用这个背后的这个赭石这个三绿这个也可以啊，赭石调三绿这个颜色不明显吗？对不对？哎，我们用它来看着啊，怎么让你不明显？你就用它啊。这样一画，那么刚才画过白的地方，这个颜色其实上不上去的，因为颜色很浅啊。那么没有染到白的地方呢，它一画它就画上去了，它就从那个缝里边它就渗进去了啊，它渗透进去了，是不是？你看，哎，这样一处理，那么它的这个层次感又有了，对不对？哎，甚至往上画一画啊，往上撕一撕嘛，看，轻轻的啊，撕一撕。是吧？看到没有？看懂了吧？看懂这意思了哈。
所以如果白色你没有画出来这种感觉没有关系啊，咱们还有一个步骤，对不对？你看，就稍微调整一下，那么这块就清晰了，是不是？那么继续啊，那么我们这些背部啊，这个后边呢，这些地方实在是挺费白的啊，有点心疼白色，怎么办呢？就这个啊，就用这个事半功倍，对不对？好，出来了啊，出来了。所以只有这样反复的画，这个白色它才能显得厚重，否则它是厚重不起来的啊，这个厚重不起来。明白这意思吧？开几期学几期啊？好，谢谢大家啊！我争取多开几期吧，我也不知道能开几期。累倒是挺累啊，其实。好，大概画一画啊，画一画。马上我们用白色覆盖一下，白色覆盖一下，覆盖完之后，覆盖完之后，我们再来啊，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方法，让它明显啊，让它更明显一些。现在慢慢的不就有效果了，对不对？一开始的没效果，到现在效果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充分了啊！所以不要灰心，不到最后啊，你是看不到这个成品的，对不对？只能是跟到最后才能看出来。因为白色确实比较费劲啊，画白色的东西啊就很费劲，所以一般但是白色的东西画好了特别唯美啊，它特别纯洁的一个东西，所以白的花也难画，白的鸟也难画，就这么个道理啊。但是一旦是这个白色啊，你如果把它画出来了，哎呦，要特别高贵，是吧？仙气飘飘。谢谢啊，谢谢各位啊！咱们这一期还没上完，先把这一期上完啊！这期还有多少节课？70多、80节课，还早着呢。好，我们用这个白色啊，先把宇宙给它画出来啊，厚一些的白色一定是厚一些的，先把宇宙画出来，一根一根的，从这儿开始。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我把这块稍微给它补一点颜色。好，厚一点的啊，从这个背部开始了。那么因为透视关系，它有的比较短，看这边的比较短，是吧？短一点，慢慢的啊，往这儿来就开始变长了。那么这根就比较长，到这儿了啊，到这儿了。你看，把这个后面啊一加重了之后，这个白色马上就凸显出来了，是不是？白色凸显出来了啊。周三去给韩林老师加个油啊，刚44节，还有好几节是赠送的，对不对？我俩大哥二哥互相打气嘛。
韩林老师不需要加油吧？心态挺好的。每一个案例还自己创作，多不容易啊！他应该涨价啊，他是真心应该涨价，太难了，这个课上的。先把几根主要的啊，看看对照着这个画，对吧？有几根比较长、比较主要的，把它这个位置画出来，像孔雀尾巴一样。好，上面给它加密一些啊，上面稍微给它加密一点。那么每一根白色的旁边啊，一会儿给它配一个赭石色，帮助它凸显出来，衬托一下它。尾巴尖上了啊，稍微打个弯啊，稍微带点弧度。这里边啊，基本上得有四五个啊，4、5根，比较明显的这种啊，比较重要的。所以画的时候啊，要有4、5根这一块比较重要的这种宇宙。那么这个赭石色的旁边，你可以呢配一根这个白色，对不对？来给它配过来啊，然后它在哪儿呢？从这上去，然后中间可以穿插一些。我们中间再穿插一些啊。有些可以稍稍交叉一点啊，像画兰花似的，但这个交叉的这个弧度不要太大啊，明白吧？略微翘起一点，略微翘起一点，看是不是？略微翘一点啊。让它明显呢又不明显啊，多呢又显得看着不多，但是看这儿呢又显得特别密，就是这种视觉的这种差异，这种错觉啊。这个是真费白色呀，这一管白色又快没了。上一次画什么画了这么多白色啊？上一次补月亮补了半管白颜料。好，那么这个长度差不多啊，现在感觉差不多，哎，还挺好看了，对吧？目前是不是就有了？感觉太难了，不难，我看看大家聊啥了啊？刺激一下的，不用刺激。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哈，有的老师人数不多，对不对？慢慢坚持啊，慢慢坚持啊，总能让大家看到嘛。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什么啊，这个平台啊流量它是有限的嘛，而且现在大家春暖花开的啊，大家都出去玩的比较多，对吧？另外可能未必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有别的出路了，万一。你看我们的良田老师，对吧？跑了。好，那么有了这几根宇轴了，接下来啊，每一根它有一点像什么？像孔雀的这种刀语的感觉啊。从侧面开始啊，侧面的呢小一点啊，短一点。哎，侧面的短一点啊，不是那么明显也没关系啊，反正是侧面，不是那么明显也没关系啊。到了后面，到了这边，这个要稍微细心一点啊，看看啊，我给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看。这块之后啊，从这儿开始要细心一点啊，白色可以稍微厚一点，浓一点，1笔2笔，不要太粗啊，不要太粗。哎，有的地方密一点，密一点。边缘的地方看细小一点，对吧？细一些。中间这一块密一点啊，密一点。然后再准备一支笔，就是这个背景色的这支毛笔啊，这是3绿这个啊。来看着啊，这个空里边啊，每一根这个宇轴旁边呢，我稍微给它提一提，你看看，稍微提一下啊，衬托一下，看看效果马上不一样了，对吧？好，那么这个也是，对吧？效果出来了，再来。斜着啊，斜着画上去啊，斜着画上去。中间的这一段稍微长一些，我们把它加长啊，让它尾巴要连成片啊，尾巴连成片。好，那么下面这一根啊，下面这一根同样，它的下方两边呢，这个宇轴两边给它加强一点啊，稍微加强一点，稍加强一点啊。然后从底下开始，比较浓，非常浓的白，我基本上没有加水啊，老师基本上一点水没加，除了毛笔是湿的，带了一点水。但是你要画的很细啊，画的稍显细一些，别太粗。然后就是这样啊，画这玩意儿就得细心啊，有细心一点，你不需要太细心，它毕竟不是工笔嘛，不需要特别的仔细，但是它的位置上是没有特别的，不用特别的在意，对吧？稍微粗点细点没关系啊，不像工笔。
但是你不要胡乱画，有的同学夸夸夸夸夸，快，一顿操作猛如虎。到上面啊，同样的都给这样斜向啊，斜向的倾斜方向的这么覆盖它一下，就像我们画小鸟的那个翅膀上的这个羽毛的感觉，是不是这意思啊？韩林老师好，什么意思？啊，韩林老师来了吗？我看看，没看见啊。哎呀，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哪个是韩林老师啊？啊，韩林老师看到了，韩林老师晚上好啊。刚刚大家还夸你呢。今天直播吗，韩林老师？等着给我刷游艇啊？不必啊，就没这个必要。咱俩在同学们的心目当中是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关系啊。并列第一的关系啊，并列第一的关系。韩林老师哪天直播啊？我去给你加油打气，给你当助播。以后我上课你给我当助播，你上课我去给你当助播，好不好？周三可以，周三我没有直播啊，周三我没有直播，周三晚上给你当助播去，好吧？这个一天就完成了，一会儿就完成了，我稍微加快点速度，好不好？可以加快点速度的话，这里边你可以稍微的粗犷一点啊，2、3排一起画，画完之后小心的收拾一下，到尾巴的地方啊，要仔细的收拾一下就可以了。晚上好，晚上好啊，不是下午了，睡糊涂了吗？呀，谢谢韩林老师啊，破费了，别刷啊。好，把尾巴这块啊，最边边这个啊，边边这个，把最边边的这边的啊，给它画出来。最边边的这个就比较粗啊，比较粗一些，要浓一点的，再挤太白。韩林老师太好了啊！
明天周二，后天周三啊，后天晚上我们都去韩林老师的直播间看韩林老师画画。这韩林老师的课呀，真是不容易啊，含金量特别高，每一张画、每一张案例都是创作的，这个可想而知，这个工作量多大呀，每天。你看我这临摹的都快忙不过来了。对，韩林老师的这个拥有一颗童心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对于我觉得无论什么无论是干什么，这个干什么的啊，都得有一颗童心，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那么这个事情就往往就能做好，对吧？无论是画画还是干什么，都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画画画的好的，你看他都比较天真啊，比较天真烂漫一些。你看这个好多的大师年龄比较大了，还跟小孩一样。尾巴的长羽毛丝密集和长一点是否合适？丝密集不要太密集了，太密集了它就糊住了，对吧？它得松散呢。你像孔雀羽毛越到尾部，它是越松散的这种状态，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太密集啊，要把握好这个度，一定得让它打开，不能最后像是被绑住了一样，对不对？如果太密，它不就被绑住了吗？又没打开啊，这如果是一种打开的状态，这不应该过分，所以要把握好这个度很重要。它就是羽轴中间这一片，你可以中间的部分可以密集一点，到边缘两边啊或者两端都得要松散一些啊，都要松散一些。好，到这个尾部啊，到边缘的地方啊，每一片的这个区别要给它画出来啊，每一片它多多少少它有一些区别。羽轴的部分啊，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可以再提一提，对不对？可以稍微再提一提啊。好，那么这个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差不多，目前这个状态是差不多了，可以先画到这儿啊，先停手。等整体画完之后，我们看这个
画面的效果啊，继续再来调整它就可以了。目前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先停了啊，暂时啊这个白鹭不用再抠吃的太厉害了。把背部这一块啊，稍微的加白一点，提一提，让它有这种生长的感觉啊，长在后背上的感觉就可以了。你看这个白鹭多费劲啊，花了大量的时间呢，是吧？就缺2个腿了啊，等一回头把腿一加。现在就可以把腿先画上啊。我们现在把腿给画上啊，腿画上之后，就比较完整了，看看，是不是？就比较完整了啊。那么腿呢，我们可以开始，可以用墨色画也行啊。看干没干？干了呢，直接用墨色画，然后呢，用那个浅浅的，蓝色。就是这个三青加一点白，稍微提一提啊，勾一勾它上面的这些纹，对吧？一节一节的给它勾出来就可以。你也可以先是用一个浅色打底，然后用墨色啊，就像粒粉一样啊，一节一节的把那个都画出来也可以，2种方式都行啊，都可以。那么比较正统的啊是第2种方式，第2种画的方式是比较传统的一种画法啊，是比较传统的。那么我们先用一个底色啊，先来一个浅的底色吧，好吧？我看看这个用浅底色、深底色都可以啊，都可以。偏蓝一点的，我们用一个偏蓝一点的底色，换一种画法啊，和这个原画不一样的画法，好吧？这个三青吧，三青里边加点墨，三青里调一点墨。哎，韩林老师走了吗？还没来得及欢送呢。注意啊，控制一下水分啊，干一点，干一点。本来是想画那个鹤的啊，画那个鹤也挺好看，对吧？那个鹤呢也画的非常细，和这个白鹭的这种感觉差不多，一种灰灰的蓝色啊，灰蓝色。你得看准这个白鹭啊，它这个腿大概多长，大概画到哪儿？大概画到这儿，大概到这儿，从这儿到这儿啊，看准就动手，不要犹豫啊，不要看那些细节啊。然后位置关系基本上是在它的这个嘴巴这条中线下来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右边这个腿往里边去。往里边去啊！那很阴很阴的，现在是2笔2节，然后长度大概到这儿，是吧？大概到这儿啊。中锋行笔啊！我的妈呀，太阴了啊！太阴了。稍微往倾斜一点点，否则站不稳啊。我看看短不短啊？感觉短了可以稍微加长一些。这太阴了啊！控制一下水啊，一定要把水控制好，千万不要阴的太粗大啊。
来，那么它有一部分还到里边去了，对不对？从里边啊生长出来的嘛，在这个部分啊，在尾巴呢与这个腹部中间这一块啊，中间这一块，那么差不多看准了，一定要很大胆的用笔，千万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啊，一定是很肯定、很自信的啊，才能画好。越不自信啊，那个位置肯定画的越错。一笔、两笔倾斜一点向下，三笔就要画出它的一个指头，指头两节，看到没有？两节啊，然后再来一笔斜下来，哎，画中指，中指。指甲先不画了啊，指甲先不画了，指甲也能先画上也行啊，对吧？内侧这其实后边啊，其实这个指头是最后边的这个指头，略微有一点点啊，一点点，你看没颜色了，不行啊，太阴了，没颜色。再来大拇哥啊，大拇哥。看到没有？把这个厚度再给它加一加啊，脚掌的厚度给它稍微加一加。这个粗度啊，稍微加粗一点点啊。好了，不能再阴大了啊，只压一压。好了，哎，好了好了，看到没有？很漂亮，很帅气的，是不是？在水里边，底下的这些草这些东西就更好画了啊。直接拿赭石色，先用赭石色画。为什么？因为像三绿这种石色，底下得有底色衬托才行。所以我们画这个青绿山水，底下都是什么颜色？赭石，对不对？你用赭石啊，不用太重，但是你得是赭石。那还是这个碟子啊，赭石三绿这个碟子啊，还是这个碟子。那后面没干，一会儿吹一下。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些画一下啊，把前面的画一画。随意一些啊，你比如不用分它什么前后啊，大概有这个意思就行了，是不是？大概齐。我一开始犹豫选不选这个案例，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哎呀，这个草这个芦苇全都是双钩的，我就有点不想选了啊。所以开始呢，这个案例在我的手机里躺了好久了，在我的电脑里边啊。从我开课之初的时候，我就想画它了，一直没敢画。现在还好点啊，现在很多同学已经让我给熏陶出来了，不排斥这个了。那要搁在刚开始，肯定很多同学排斥这个东西，对吧？哎，勾线呐、干嘛的，害怕，是不是？对不对？自己害怕，还有的非说影响视力，费眼睛。
所以我这个案例啊，一开始我是真没敢拿出来啊，我估计拿出来直播间10几个人的就是我了，对不对？这会儿我也在某个厂里边在拧螺丝了，是不是？所以选案例特别的重要啊，特别重要。你看我的案例都是精挑细选，筛了又筛，筛了又筛。里边其实无所谓了，可以稍微密一点没关系啊，密一点，到时候一勾，对吧？一勾就行了。粗一点啊，粗一点，面积大一些啊，粗一点，面积大一些。好啊，这个就差不多了啊。哎，上次课的武松打虎啊，武松打虎赠课啊，后来赠送给大家了。那个我主要是想调节一下，你知道吧？你看我每当画一段这个时间的花鸟之后，我就会挑一张这个带有人物的，你发现没有？从之前的从1月份、2月份，对吧？你看3月份又来一个，我是想调节一下大家的这个害怕审美疲劳，其实是。但是大家没想到大家这么在意这个案例啊，比我预想的更在意。以后呢，咱就还是花鸟为主算了啊，不轻易调整了。有的同学不喜欢呢，这个就是这样啊，众口难调啊。啊，底下这个一根一根的这个芦苇啊，一根一根的芦苇，你大概把这个它的这种分布情况大概搞清楚就可以了。颜色稍微要干一点啊，不要太湿了，好吧？这会儿稍微干一些。有一点疏密啊，稍微注意一点疏密就可以了，对吧？底下呢就是一些浮萍，把这个根儿啊一遮挡，主要靠这些浮萍一遮挡就完事儿。然后是这边啊，这边。咱们以后下一期吧，等下一期之后啊，我把这些，哎呀，这分的清楚一点啊，就是按照这个种类去分吧，就不这么分了，单纯一点啊。
稍微加快点速度。啊，这块不要太乱啊，少一点，link少一点，千万别乱了。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小柳叶啊，小柳叶呢，一起给它画了啊。之前不喜欢花鸟啊，之前喜欢韩宁老师的人物课是不是？来，我们把上面的柳叶啊，柳叶的颜色就这个赭石色啊，是不要太重，稍微注意一下这种深浅的一个对比。然后这个枝条可以稍微重一点，对吧？枝条的颜色可以稍微重一点，里边加一点这个加点淡墨吧，直接用这个赭石加点淡墨就可以了，也就稍重一点啊，稍微重一点。那么画这种枝条，不要甩，有的同学毛笔刚刚碰到纸上，咵甩下来，不要甩啊！你看，一定是送过来，对吧？它在哪儿你就给它送到哪儿，停，是吧？笔断一连，太浅了，太浅了，再加重一点。慢慢的啊，慢慢的写下来啊，慢慢的写下来，然后会有一些像这种穿插还是遵循什么三笔式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三笔式的。好，叶片，这种叶片啊要注意分组啊。这是让猫头鹰给忽悠了吗？柳叶啊，柳叶呢和竹叶不一样啊，柳叶要轻盈一点啊，画出一种轻盈的感觉，对吧？哎，这种叫什么？
清风拂柳的感觉，对吧？这里边啊这一块，比如有一些，稍微弯一点啊，用笔呢稍微灵活一点啊，稍微灵活一点。同时要注意它的一种穿插、组织。有的同学画这个柳叶都垂的啊特别重，感觉这个柳叶特别沉，那就不好。不是忽悠啊，不是。之前好多看那个，咱们好像是以前那个案例里边，是不是有是谁画的呀？是什我不知道是哪个老师画的那个案例啊？一棵大柳树，特别大的柳树，上面有小鸟，一个大树头，一个树根，一个柳树根啊。然后呢，大家的这个作业交上来，我看啊，因为经常有这种那个助教老师嘛，他的这种点评，明白吧？点评老师会给他，有时候让我去当评委，给这个助教老师的点评打分。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些案例了啊，看到大家画的那些案例，有的这个柳树画的，就感觉那个叶子沉甸甸的啊，都垂的直直的，耷拉的特别严重，特别厉害。就缺乏了一点灵动的感觉，对吧？所以这种组织的时候啊，以及这种用笔非常的关键啊。柳树特别难画，其实画树难画柳嘛，对不对？画山水里边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尤其那种有的宋画里边有的这个特别小的一张画里边啊，这个柳树一片叶一片叶的画特别好，那个是真厉害啊，那就很难画，对不对？所以你画的时候啊，用笔的这个感觉，你看虚入虚出，然后摁下去提起来，甩出来有一点，是吧？然后还要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交叉啊，进行一个交叉。如果两片都大了，那么交叉的小一点呢？如果两片比较横过来了，那么上面就来一片呢，稍微垂一些的，综合一下，是吧？稍微垂一些的，综合一下。同时还注意什么？疏密主次，对吧？比如说这一块，它是画面的比较主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叶片安排的比较大一点。但是到了下面之后啊，要与这个芦苇叶要给它融合进去，可以让下面的稍微耷拉着一点啊，虚一些，让它融入进来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要学会安排这个位置啊，要学会安排。一笔一画的，慢慢的画，一边画一边思考啊，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既要有重量，也要轻盈，所以是一对很矛盾的关系，要给它处理好，对吧？这就很矛盾，本身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啊。好，那么这边呢可以轻一些啊，你看，用笔轻盈一点。有时候也像江寒汀画的那种柳树，那种小柳叶，是不是特别卷的那种，也挺好看。
我看那个啊，上次我看到大家作业基本上画的都特别好，就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说明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比如我从最早看到的大家画的那些啊，好，这个就可以了啊。目前呢这一块就可以了，可以了之后啊，我们可以选择勾线了，选择勾线啊。我稍微拿吹风机吹它一下啊。我吹它一下，把它吹干，吹干之后，我们把这个线勾一下，然后呢，3滤往上一加，很快啊。最后再来调整一下这个什么浮萍啊这些东西啊，你也可以先把浮萍给点了，把浮萍给点了也行啊。你先不管它深浅的，你先给它点完，点完之后再一勾，深的地方再一加重，完事儿啊。哎呀，算了，浮萍等会儿，我怕搞乱了。关声音了啊！大家呢，新来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点点赞。好，那么下面我们把线勾一勾啊，勾完线之后啊，再来染这个3滤，好不好？勾完线之后再染啊，拿这个墨，勾线勾粗壮一些啊，勾粗壮一点，明白吧？不要勾的太细啊，很多同学勾线勾的特别细，特别弱，没必要，大胆的勾啊，大胆的勾，毛笔压下去啊，勾线呢是一个基本功了，这就是个基本功啊。来，还好一点了啊！今天吃了好几粒这个喉片，好多了。上午的时候说话直接就破音，就是跟唱歌破音一样。注意一点啊，干一点，不用太湿。有一些地方看转的时候方一点啊，方一点。写字像写字一样，看到没有？像写字一样，带点劲儿。哎，你看是吧？有一些顿挫的感觉啊，不要害怕啊，停顿呐、这样的啊，抖动一下都可以，是吧？顿挫一下，折柴骨是不是？金锉刀啊，屋漏痕，像这样的就像什么屋漏痕？屋漏痕的时候。那个水珠子啊，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停一下，就停一下啊。以前我老家那房子啊，这个自建房嘛，哎呀，那个一到下雨天，那一个屋顶上漏水，那个墙壁我就看那个墙壁那个水，沿着那个墙啊，就是屋漏痕就漏下来了。那个墙壁光滑呢，它漏的比较直，要是那种墙，它就拐弯，就这种感觉啊。摸骨不勾线，锥化砂，对，锥化砂也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啊。还有什么折柴骨？你看折柴骨就有一点什么，
像曲铁的这种感觉啊，把那个铁掰弯的这种感觉了。稍微注意一下啊，里边的这些穿插，它的一个，你不要把这种，比如横向的全先画出来了啊。你比如有的是在前面，有的是在后面呢，你要稍微的，给它安排错落一点，安排一个纵向的，再往里边再安排一个什么横向的，对吧？多快一点啊！这支毛笔太小了，换一支，没劲。不错的。你注意节奏啊，它有一些快慢，对吧？有这种快慢的区别。线条具有节奏感呢，它有一种情绪的这种起伏啊。好，底下的芦苇杆啊，勾一勾啊。芦苇杆呢，有一点像那个竹节差不多啊，其实它和那个长得和竹节的感觉很像，小竹枝的感觉啊。原来有一些，看看有一点这种翻转啊，把这个翻转画一点出来。
你说这个课如果放在最早的时候上，大家是不是都跑了？是不是受不了，但坐不住？然后这里边啊，回头呢，根据情况啊，可以做一些填补啊，对吧？有的地方可以把这个空隙不要太大，不要太多啊，比如这里边有些可以让它给它堵住。所以一个画画经常有个词儿叫什么知白守黑啊，其实就是注意它和刻章啊也很像，对吧？和书法也很像啊。有的时候叫布白啊，布白要把这些白的地方都给它安排好，布置好。好，快了啊，快了，我再快一点。大家勾的时候慢一点啊，你这个不熟练的时候要慢一点，好吧？看看啊，里边还有一些，哎，这边还有一些叶片，直接给它勾出来先。好，其他地方不用管了，回头用浮萍。浮萍的一个作用就是填补这些空白的作用了，对吧？很简单啊。先勾后填色，这不就是先勾后填色吗？啊，你说完全这个赭石不先画，然后先勾，是不是？你不觉得先用这个赭石先画出来要快一些吗？对不对？它有一个基本形在那儿了啊。你如果是单纯的勾这个形状啊，容易乱，好吧？因为你没有一个，你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随意勾，那就这个范围太大了，对不对？那么先像写意一样先画出来，你再勾，它不就好勾一些吗？都可以啊，随便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来，好吧？这个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如果喜欢那样画也没问题，你觉得那样自己更好控制一些啊，那肯定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老老实实的按一笔一画的，也没啥捷径。对，先勾再填呢容易乱，像这样的它起码有个谱了，对不对啊？先勾，你如果先没有这些颜色的话啊，你比如说这里边这些空白的地方，你就最后搞不清楚哪个是叶子的，哪个是空白的，明白吧？有了一个颜色之后，它能分清来啊，分清楚。这个是绝对啊，是真的啊，真的。如果特别是多的时候更乱啊。我以前画工笔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得先起稿嘛，那么起稿的时候那没有颜色，没有一点颜色没有，对不对？都是一个铅笔稿，画那个特别大的那个画啊，那完全只有一个，就得先画稿。那么那样的就比较麻烦了啊，有时候画着画着自己都乱了。看不清了啊，已经搞不清楚哪是叶片哪是空白的，都是双钩啊，它中间都是空白的，就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比较麻烦一些。所以啊，画写意啊，像这样的啊，或者是墨骨啊，我都是能先勾就先能先用颜色啊把它画出来，我就先用颜色给它画出来。不然可麻烦了。那干了之后颜色又浅了。好，可以了啊。那么把这个绿色，哎，很快了，是不是？这一下你看看，才9:40。紧接着啊，我们用3绿直接把需要绿的地方全部画出来。那么这个3绿啊，你可以稍微的厚一点，没事啊，厚一点没事，不要害怕。你看，稍微浓一点没关系的啊，这个。然后尖上的这个赭石色，最后再来增加啊，明白吧？尖上比较重的一些地方，最后再来增加。哎，你看看。不过好在是什么？我们这是生宣啊，生宣呢比较吃色，所以你没有也不用刻意的很厚啊，也不用刻意很厚，它反正吃色效果还不错。按理说，你看看这个，所以说啊，这个画画有时候是不讲，它不一定非得是现实当中那样的，对吧？
你看看柳叶都黄了啊，咱芦苇还绿着呢，是不是？那有的同学肯定要较真的同学肯定就说了，老师这个柳叶都变黄了，芦苇还能绿着吗？有这么想的同学吗？肯定有啊，不用说，肯定有。所以画画有时候不要太较真啊。最重要的是上面的啊要绿一些，底下的呢可以稍微黄一点、浅一点。哎，这块绿一点，把这个腿啊盖一下。再挤点3绿。3绿以上就醒目了，对吧？回头这个浮萍一点，这个画就沉下来了啊！这个浮萍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浮萍的颜色会比较深呢？我们画面当中没有重色，发现没有啊？除了勾了这个线，为什么要勾线呢？因为画面没有重色，现在你必须得勾一下墨线啊，不然这个画沉不下来啊，压不住。然后再加上浮萍，这个画就有了重心了啊，就落地了，对吧？不然是飘在上面的啊。这个水也浅啊，白鹭也浅，仙气飘飘的，对不对？柳叶等不到黄去了，对，就是个意境。对了，画画就是个意境嘛，跟写诗、诗书画印，对吧？为啥是一体的呢？就是个意境啊。好，再来这边啊，这边。啊，这边还有个长的没画啊。所以啊，画起来也快，看到没有？这个芦苇杆点一半就行啊，点一半就行。
这个颜色不用上足了，留一半，上一半，留一半，有交替的一种状态啊。里边的稍微的浅一点呢，稍微浅一点。哎，画面效果出来了吧？哎，出来了啊。那一会儿呢，来点这个花青啊，花青调这个绿色，花青调绿色，把里边这些空全给它堵上。同样，先堵完之后再来勾啊，先把这个空啊全堵上之后再来勾啊。你也可以先勾再来堵也行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啊。两种啊都行啊，都没有问题的。来吧，我们继续啊。画完这些之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鹿还再调整一下啊，爪子呢再细致的画一画，对不对？然后这个里边啊还有的地方还得再勾一勾，活很多啊，活很多呀。看着挺简单，是不是？这张画是不是看着挺简单的，画起来也挺墨迹，反正是不是？也挺费时间的，太细了啊。已经初步，对，今天是补课啊，已经初步掌握了大家的口味了。大家也喜欢比较唯美的东西，是不是？喜欢有个性的东西，一个是唯美的东西啊，另外一个呢比较有个性的东西，对吧？像岭南画派这样的，统一的先调成一个绿色啊，像这样的绿色啊，不要太重了啊，先调成一个绿色。深的地方回头用花青加一下。今天是补课啊。对了，今天就是补课。哎，上面的浅一点，底下的呢重一些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这个颜色不用太重，不用太重。好。再挤点花青吧。
花青是不是被我扔了呀？这个花青不好用啊，不好用。怎么没了呢？啊，在这儿。其实也不难啊，看着有点难，其实也还好，就是画这个鹿啊比较费劲一点，对吧？这个因为是个白色，那没办法，白色的东西你想给它画的让它凸显出来，那可不就难一些吗？然后里边这个底下的浮萍，你看可以稍微重一点啊，加一点花青过去，加一点花青啊，稍微重一些，对吧？衬一下。干了之后稍微勾一勾啊，勾一下。画那么多，你看这一块特别的多，是吧？这一块特别密集，不然压不住啊。这个空留白太多了，明白吧？这些留白的东西地方太多了，所以一定是要加一点这种重色的。那么里边了啊，调点花青了，看到没有？里边调点花青啊，直接重一点就算了，是吧？直接重一点。那么是为了什么？为了堵一些空隙，尤其是这些地方，看看，那么这些空隙要堵的巧妙一点啊，既要有堵的地方，也要有留白的地方啊，要特别的自然，要推远过去啊，还得推远过去啊。那么这一块，咱们的这个缝隙好像画的比它的还大一些啊，所以你看看这些地方，所以都需要给它堵一堵。比较密的这种浮萍啊，小小的浮萍，作用大着呢。有了根部的地方啊，来一点。有的呢是把这个背景回头再给它加一加啊，加重一些也可以。回头再一上墨啊，稍微勾一下。基本上全堵上了啊。往边上呢可以浅一点啊，边上的浅一些了。它这浮萍有的画的像那个贪吃蛇一样，活泼一点。里边浅色的啊，比较浅色的来一点，点一点，
干了之后颜色要和这个背景啊融入进去一些啊，让它融入进去。好，赭石色，来继续啊，用赭石把前面啊再加一加，哎，或者拿那个什么珠标，赭石可能有些，我们先试试赭石吧，先试一下赭石啊。这绿就是哪个绿啊？我哪个绿怎么调亮？这就是3绿嘛，底下有赭石，上面有3绿啊。就赭石，这个就用比较纯一点的赭石了啊，上面就用纯一点的赭石，纯一点，不要太阴了啊，干一点。一般很少有机会用这么纯的、这么重的这个赭石，对吧？咱们画画一般很少有机会，这是一次机会。上一次是画梅花鹿的时候，有些地方用了特别纯的赭石。有的边缘的地方，哎，也稍微的染一染啊。你看边缘的地方是吧？变化无穷啊。有些地方看看这个颜色，刚才说的啊，不要上的太满。为什么呢？要留出来啊，我们要用赭石呀。包括有一些芦苇杆，我说了，要留出一半来。那么这些赭石可以稍微淡一些，不用那么重。好，芦苇杆有的地方稍微加一加啊，稍微加一加。好，再来这边。画完这只鸟以后的小鸟都是洒水啊！你上完老师这个课，你再画别的东西啊，一些其他的什么都是洒水，我跟你说，真的。老觉得我这课难，哎，真是你只要你画几张之后，再画别的都是洒水啊，进步飞快。咱们是跳级式的啊，跳级式的这种。
是吧？跳级式的。好，有些地方呢，再把这个3绿啊，只是这个颜色啊，哎，这个你看这个柳叶上面啊，稍微点一点。稍微点一下。背景的地方，这个尾巴的地方啊，还得再衬，还得再衬。沿着这个白色的边缘，轮廓一定要清晰啊。什么是轮廓呢？就是它的外边的这些啊外形，对吧？外形是轮廓，所以你想让它的这个外形清晰一些，你就得把这些边缘的地方啊再给它衬一下。对不对？好，水底下再衬一下啊，也可以先把这一块衬一下啊。这一块的芦苇叶之间呢，这空白的地方啊，用这个3绿色衬一衬，可以稍微干一点啊，毛笔干一点啊。你看我放大一点啊。天才黑啊！哎呀，我媳妇儿他们学校啊，现在要去干嘛？鼓励他们去援疆。我也不是小孩太小了，我真想让他去援疆或者援藏，我就跟着一起去了。写生啊，写生个2年，多好！那到时候就改画人物了啊！要去新疆或者西藏的话。那么这个外轮廓这一块啊，不要每个地方都加了，卡着一些点的地方，拍下来很辛苦啊。哎，搓一搓，点一点，看。水里边啊，水里边呢是另外一个这个用的什么3青啊，3青加了一点什么3绿的这个颜色，对吧？我们是用了一点淡淡的3青，加了一点淡淡的3绿这么一个颜色。我们还继续用这个颜色啊，继续用这个颜色，主要是左边这一块啊，主要是左边这一块。上方与水相接的地方啊，加水。好，
哎，看越来越明显了，对不对？越来越明显了啊。多好。这一块把层次染一染，但是因为这个浮萍没有干啊，底下呢就先不要染了，底下先不要染了，就把上面这一块染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给它吹一吹。是不是很漂亮了啊？仙气飘飘，是不是啊？水中仙子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啊，不错。那么这样一染了之后，这个尾巴它就出来了啊，这个分叉呢它就都出来了，对不对？都出来了啊。所以回头再用白色稍微调整一下尾巴，不要齐平了。有的长一点，有的翘起来一点，啊，有的翘高一点，对吧？然后里边这些地方有时也再强调一下啊，再强调一下。所以说看着难啊，你跟着老师一步一步的画，最终的效果绝对是能够和原画啊达到个7-8分啊，7-8分，多了不敢吹了啊，达到7-8分，是不是？稍干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腿呀，用那个墨色给它点一下啊。对呀，一会儿用黑色啊，把这个再点一下嘛，没明白我的意思吗？纯黑的就不好看了，明白吗？难，非常难啊！不难，一点都不难。你只需要点击老师的1号链接318的课程，我们一起学，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学啊，不会难的。不相信老师是不是？都带出多少学生了，还不相信？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吹风机吹一下。来，看看说啥。
听了1个多小时，终于听到打广告了，是吧？咱也是会打广告的人啊，勾一下，把这个小浮屏啊勾一勾啊。昨天呢，带我女儿去学舞蹈去了，上舞蹈班去了，所以昨天课没上，耽误了。线下啊，一节课都不便宜啊，上个2、3节课就能买我这一套课了。看了一下啊，几个动作，学了几个动作就花了100多。一个压腿，一个压腿，然后腰背往后靠。也不知道现在我去学个舞蹈啊，开个舞蹈班还来得及不？学声乐啊，学舞蹈。所以说呀，老师这个课呀，真的是啊，还犹犹豫豫的，真是啊，闭着眼睛可以拍的课啊。这个在我们学这个学艺之路里边啊，这个价钱，这个价格，这得亏是互联网时代啊，否则是往回倒10年，到20年都没有这么低的价格，对不对？你看我小时候学画画的时候，线下哈多少钱来着？一个月80还是90？我记得是。那说是一个月，不就是周六周日吗？平时得上学呀，而且只去半天啊，就等于4个半天，一个半天2个小时，对吧？这是往回倒20年，20多年。所以说，所以我爸妈的这个投资啊，回报还没有收回来。那培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对，最重要的，对，这位同学说的对啊，武明墨云同学说的对啊，这是说到点上了。以前这个教育资源它是分配是不均匀的啊，不像现在因为有了网络，对吧？以前你小地方、小城市、小县城，你想学啥，你花钱你都想，舍得花，但是你花不出去啊，找不着好老师，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真是这么回事啊。
当然现在也这个问题还存在啊，但是好很多了，因为有网络。这个确实很不舍得给你上兴趣班，这个确实投资挺大哈，而且不一定有回报，对不对？你回头来想想，对吧？好多只是作为了一个兴趣爱好而已，它不能作为谋生的这种手段。好，我们把爪子给画一画啊，把爪子画一画。好，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爪子啊，其实要分成两段啊，分成两段，到末。你知道线下啊，我认识一个老师啊，就搞那种，你知道吧？有这大学就是学校里边的嘛，学校里的教授这样的，副教授、教授这样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着急啊，有的是孩子啊，比如说艺考啊，干嘛的啊，着急啊，临跟前了就找老师辅导一下，一节课都一两千啊，一节课都一两千，2小时，对吧？多吓人！稍微给它勾一勾啊，先勾一下，这个结的地方要粗一点，大一些啊，粗大一些。然后啊，分成两半，右边一半宽一些，左边一半呢窄一点，毛笔干一点啊，干一点。那可不贵的要死嘛，就是一个名头嘛。所以说老师挣的是辛苦钱呢，还得给大家点作业，是不是？以后得挣高端的，看到没有？是这样的啊。要转过去，明白吧？哎，要转过去。到底下了啊，变宽变粗了啊，变粗了，变大了。看，变宽一些啊，变宽了。注意一下大小，尽量保持差不多啊，不要画的大的大，小的小，那特别难看啊。画这个白鹭这个腿，包括鹰的这个腿啊，鹰腿，鹰爪，还有这种白鹭、仙鹤等等这样的啊，它的这个特别是仙鹤和白鹭的这种啊，都差不多长得啊，长差不多。
你可以按照这个按照这个方法。那么在宋画里边在古画里边呢，通常是立粉法，比如这些疙瘩的地方它都用这个葛白用葛白给它涂上，或者用矿物颜料你如果有矿物的这个什么黑色你可以用那个黑色画出来之后一染色，那么这个黑色的部分是比较高比较突出的，比较凸起的。所以古代里边这个一般都是用的立粉法来画。上面虚一点它是被盖住了，对吧？被盖住了一会儿呢用白色可以再来调整一下那么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先把外形注意一下，那么这个地方有白色挡住了，对不对你就虚线稍微的调整一下，把外形调整一下。所以画画必须得懂得这些懂得这些它的一些特点，你才能真正的画得好。否则根本画不出来否则那都是瞎画，照着一笔画一笔，那都是瞎画。把这个形稍微的控一控，然后3个指头要分出前后层次，好不好？前后层次分一分你看这是这个爪，对吧？这是这个爪。好，那么到这儿它这个节这是这个爪，对吧？后面一个爪在这儿，比较长。最后一个爪在这儿，在这个最后边，这个爪子画的弱一点画弱一点，不要画太详细了。别画太详细，弱化它一下好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哪？这些地方要给它刻画好。那么这些地方你如果不会分，你得注意一点，小心一点分中间其实是点中间是点，底下也是点，明白吧？转过来到这儿了，就看转过来，关节处是这种小点过了关节处是长的，
它的一个这个造型。这样的啊，对吧？精致，看到没有？什么叫精细？哎，这不一模一样吗？跟原画有一点区别吗？区别不大，对吧？基本上差不多啊，差不多。还原度非常高啊，是吧？这个还原度你觉得高不高？把它画麻，画麻是什么意思？一会儿呢，拿白色把这该覆盖的地方啊，稍微盖一盖，遮挡一下啊，把白色的羽毛，对吧？就差不多了啊，把白色羽毛稍微调整一下。有点慢了，我还以为，没想到啊，能花那么长时间。该遮的地方稍微遮一下。然后尾部啊，尾部这些地方啊，该在强调的地方啊，再强调一下。可以再加一根是吧？这个地方翘起来一点。再浓一点啊，太淡了。稍微调一调就差不多了啊，对不对？你看还哪里需要修改的？又是一张精品啊，一张极品。不是吉祥啊，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玛丽的，就是用的玛丽的啊，用不起，吉祥的咱省着点用了得。然后这个脖子部分可以稍微的盖一盖啊，把这个太多了露出来的啊。再紧密一点啊，我稍微覆盖一下啊，完美吧？爪子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动了，不用再动了啊。好了，那么这是一张小写意的啊，小写意的作品，就是咱们课程里边的小写意作品。哎呦，快11点了，下课了，拜拜，拜拜，晚安。挂了啊，拜拜。